大家好啊，我是云飞。前几天不是在红米 Top 3发布会那个开箱体验视频里面说我会充一台红米 Pad Pro 嘛，这不就可以拿了嘛？我们先来看看线下首发都是啥待遇，有个码对吧？对，有个码。我是一个平板啊，8+128的。有多少个人买了？没有。对。这是钢化膜是吧？对，钢化膜。哎，你给我贴上吧。好，它出厂是没有保护膜的哈。对。那送的这个膜好像还可以。它自动吸附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个好像是叫厌氧层哈。一买到它就有一个 1.5.0 的 UI， 需要我们升级一下子。我看之前很多朋友疑惑我为啥要买这个，我先来简单说明一下。首先，我的需求就是拿它用小米笔记写稿子，这就注定了我的选择是米奇平板。其次是看看视频，游戏啥的我打的不多，也就王者和老婆双排打打，手机是足够了。其他的就是一些简单的需求，看日程、看照片啥的。这些需求我看下来是觉得性能不需要太好，核心是写稿子，甚至我都想买最便宜的红米平板，但显示的效果有点差，所以之前选了6 Pro。出了红米 Pad Pro 又换成了它，虽然价格差距不大，但我那个时候认为应该在日常的使用里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我这次的想法是真错了啊！想买红米 Pad Pro 的，这次一定要看完。那么点燃投币支持一波，我们开始正片。这次这个平板尺寸来到了12.1英寸，16:10的宽敞比，2.5K 的超清分辨率 ，PPI 249，然后是小米一直在坚持的 LCD 屏幕，从硬件上护眼，刷新率也是来到了120赫兹，最高亮度是600尼特，支持杜比世界。但是目前 HD 版本的哔哩哔哩是看不了的，别的小米平板它是可以看的，比如5 Pro、6 Pro。红米 Pad Pro 目前只有手机版的 B 站可以看杜比世界，这点体验有那么一点割裂，希望后续可以及时的推送更新。4扬声器接口齐全，3.5毫米的耳机口，这回也没有缺席。就这个位置不是很阳间，使用没啥问题，但是观感上会差一些。而且这次还配备了 TF 卡拓展槽，我在开箱的时候还认错了，这点给大家道个歉。有这个槽还是比较贴心的，最大的是可以支持 1.5TB 的扩展，学习资料有地方存了啊。话说你会买那么大的 microSD 卡吗？上一个直接就是大半个平板的价钱啦。机身整体金属一体成型，背部右侧2个大眼睛，左侧是 Redmi 的 logo。要我说这个摄像头和闪光灯就别整的那么大，直接学 iPad 弄一个小一点点。平平整整的，我觉得这样后壳的美观程度会大大提升。C 口这次用的是 USB 2.0， 速度实际测试是70兆1秒左右，整体手感一流，质感说实在的挺不错的，在外观上你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首发送的壳子和键盘套装的壳子它是一样的，上面也有触控笔的这个小套子，好在是可以直接拿下来的，不是键盘套装那种粘上去的，不然还是挺奇怪的。红米 Pad Pro 的外观你觉得怎么样呢？最近数码新品发布很多，如果你正在考虑换新设备，正好来拼多多100亿补贴，每天都是618，数码爆款3C 直接抄底，不用熬夜等大促。打开拼多多搜索88400，点击图片或者点击评论区的链接直达活动会场。我特意比了比最近热门的数码爆款，拼多多100亿补贴还是非常优惠划算的。像上面提到的红米 Pad Pro， 拼多多补贴了98元，只要1598就可以到手，还送5件小米生态配件，价格低，屏幕大，日常普通使用性价比高。小米 Pad 6s Pro 安卓平板性能是比较领先的，而且价格实惠，性能拉满，100亿补贴只要2898元，比官网优惠了401元。小米4只要3560元，比官网便宜了整整439元，省下来的钱都可以再买几个小米手环送给家里人了。还有红米 K70 Pro 中档旗舰，影像素质、性能水准双保障，100亿补贴只要2829，比官网便宜了470元。而且100亿补贴，所有商品假一赔十都有品质险保障。最近买东西可以先来拼多多比比价，同样的商品说不定能便宜几百甚至几千。而下面我将来说说我的实际使用感受、性能、影音、文稿以及生产力，我们就欲扬先抑吧。首先是日常使用，这颗第2代的骁龙 7S 跟2，我在听到的时候是觉得这个性能应该不会差，跑分也可以跑到54万分，实际的使用应该不会遇到卡顿之类的，我是这样想的。但事实是我买的是
8+128的版本。在正常使用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流畅度是真的有点令人着急，从后台切换到前台有明显的卡顿，这个很简单就可以复现。有3个应用在后台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后台2个的时候没有问题，就是还需要小米多来几波更新。然后还是在视频播放这一块，大家会经常用到倍速播放。现在看哔哩哔哩高画质 4K 视频倍速它是不匹配的，会导致音画不同步，所有的 4K 视频都可以复现。那逆光情况之下，画质的损失是非常明显。那缺点是，那什么这个什么一定要逆光的会显得可近，所以官方会在视频，不然你会看到有个荧幕画面会所以这时候还要更多可近，当时就感觉这时候大家会发现然后这个是千万不要这里面这个差的比400公斤和你来死，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传感器，这我是觉得有一点遗憾。这点我感觉还是优化的问题，快点优化吧。看英文视频我会用到小爱翻译，可惜 HomePad Pro 是阉割了字幕翻译的功能，它这里是只有屏幕翻译、拍照翻译和同声传译，它是少了一个字幕翻译的。但好在我们简单通过自己动手安装完全版本的小爱翻译可以解决，玩小米的东西还得是我们自己动手。目前呢是只有小爱翻译 Pad 4.4.3这个版本是可以用的，其他的版本是用不了的，而且它可用也是只能用中文，它并不能用英语，所以这还是希望官方快点适配吧。它下载完是可以正常解压使用的。它这个中文是可以用的，但是英文是用不了的，它这里没办法切换英语，是没有办法切换的。以上就是我体验到的 HomePad Pro 的一些缺点，剩下的都是优点了。首先是这个大屏，看视频真的很爽，听音乐也是非常不错。其次是米系平板都可以用的功能笔记，我应该是为数不多使用小米笔记写稿子的 UP 主。我在这里强烈希望电脑端可以给一个全屏写稿子的选项。它现在是没有办法把这一块屏幕完全的展开的，就是必须全部时间都有这一些东西，所以就很浪费。回到 Pad Pro 的打字体验，我没有购买键盘套装，实际用的是转文字写的稿子，还不错，符合我对 Pad 写稿子的想象，可以满足我的需求，而且就打个稿子也不会和性能有什么联系，这是所有米版都可以干的事情，所以我才选了这个。在拍摄的时候，我可以直接把平板放在旁边，直接看着高亮需要拍摄的区域，这也算是我独有的工作流，这一点我是很满意的，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如果你要拿它来打游戏，我劝你最好不要。帧率高，分辨率高，标准，然后高清。目前王者应该也是属于没有适配的状态，高画质加高帧率只能60帧，我习惯了120帧之后再玩60帧，体验真的是挺糟糕的，至少不建议你拿来打王者，这就不是一个游戏平板。其次是续航充电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平板看视频、写稿子之类的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电量的，1万毫安的电是很足的，但是就是充电是很慢，33瓦。它预计的时间是半个小时，从69%充到100%。用习惯了快充是真的不太好适应。不过这么大一块平板，一般都是在室内用，2-3天才可能充一次电，这点也还好。而关于平板，我觉得自动任务是一个巨大的助力。我目前设置了2个，因为我习惯使用日历来排一个日程，所以在进入的时候会调整到护眼模式，调整锁屏的时间，然后设置了打开 B 站、关闭护眼等等，这都是很不错的一些小设置。自动任务没有阉割，也是一个不错的点。而这么大一块屏幕，红米也是直接给上了无线屏幕，可以直接在设置里面的更多连接里面开启无线显示器。实际测试可以小米手机投平板，也可以 PC 电脑投平板。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无线屏幕给打开来，然后直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它这里会有一个红米 Pad Pro， 那出现了，我们直接连接。那说实话，这个速度是有点慢的啊。好，开始了。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可以的，我们可以播放一个视频来看一看。是不是当过黄牛啊？反正我媳妇儿看完之后一定很喜欢。哎，你看，是完全是可以用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可以，对吧？我要抢白色16G 一体抢好卡16。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延迟，大家自己看啊。去截个图，开无线显示器，然后电脑的话，这里是 Windows 加 K。它这边会显示一个可用显示器啊，我们就等待一下。好，它这里有了，点击连接，是连接中，请稍后。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它是不能触摸操控的。然后在这边
我们是可以选择它是复制和扩展还是第二屏幕，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它的这个清晰度，它是跟网络有关的。你看，我们现在在滑的话，它这清晰度就下降了，然后我们停下来，它的清晰度就会稍微好一点。这么大一块屏幕，直接当无线显示器也是蛮香的。画质是根据当前路由器的网络状态来调整的，没有啥其他的可以调整的选项，胜在简单。当然，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各大软件的适配。我个人还是愿意使用 HD 版本的软件，因为讲实在的，很多主流的应用其实并没有适配，像哔哩哔哩、网易云的手机端都是没有适配这个 UI。但是好在有 HD 版本 ，B 站可以直接下载，网易云的 HD 我可以提供一下下载链接，需要的可以自取。米西生态的互联在这块 Pad 上是没有阉割的，我们可以直接在平板上面开启手机的流量连接，这点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手机如果电量不足，也会同步弹传到平板上面，目前只支持这个，电话流转暂时是没有的。然后剪接板、照片复制都是 OK 的。手机在附近使用的时候，平板上面也是会有应用流转的提示。如果是平板有的应用，会直接跳转到本地应用；没有的应用会直接流转应用。说实在的，这个效果是真不错。目前支持的应用还是挺多的，用起来和原生的应用是差不多的。这互联互通你觉得如何？这次主推的小米教育中心一进去就是会调整到主动护眼，有3个月的 VIP 体验，课程是覆盖了学龄前到高3，家长也可以在这里面设置纯净模式，规定可以使用哪些应用，每个年级的选项都有对应的内容课程，看上去是挺足的。小米在这点上是下了功夫的。我觉得这次的平板主打的其实是一块还不错的教育平板，其他方面的配置不突出，性价比好像也没有那么高，是在这一方面下了功夫，花了预算。这个有孩子的家长可以试试这一块的功能，我实在是没有应用场景。总的来说，它比我预期的稍微会差那么一点，主要体现在性能上面。整体的流畅度目前确实还差一点意思，但显示效果是很不错的，屏幕和其他的配置是 OK 的。就是这颗处理器，不光是我啊，是大家都觉得差点意思。在目前这个售价上，如果可以再便宜一个100-200就很香了，不送那个耳机之类的。以目前的价格来说，如果要我推荐，我只建议需要大屏、有需要插 SD 卡的用户购买这一款，且真的不在意卡顿的用户，我愿意称之为学霸平板。然后我在到手的第2天，其实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 bug， 本来是高高兴兴买它，但真的有点害怕了，中奖了，我靠！虽然是重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后面又更新了系统，这个问题就没有出现过，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说一声。目前也有蛮多人到手了这款平板，大家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最后不要忘记了拼多多搜索88400，享受更多100亿补贴折扣福利。希望本次的红米 Pad 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以我会使用的角度给大家真实的分享，记得多多支持。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